我叫陈杠，一个网络喷子。我毕生的信条就是万事皆可喷，因为喷人3天3夜过劳死，穿越后竟然要把我扔进炼丹炉。一个0根的废材能成为人猿打蛋的药引，是你3生修来的福分。不是吧，大佬？刚穿越就开席，我是那道菜。时辰已到，投入。等等，凭什么灵根决定一切？谁定的规矩？这是太上长老的法旨，灵沟将成为道台的养料。天道公平，有灵根才能修仙，这你都不懂吗？大象无形，大道至简。我这无灵根的，岂不是最纯粹的道之本源？他说的也不无道理。师父说我修炼瓶颈是因为执着于灵力，若这凡人真能印证道言路，或许我能找到突破之法。检测到宿主强烈抬杠意愿，大道抬杠系统已激活。啥玩意？抬杠系？我这当红的网络喷子，在异世界整出金手指了。每成功抬杠2次，可获得100系统积分，兑换1次低阶演出法髓。低阶演出法髓其对非生命标的有效。检测到有效抬杠1次，获得积分50，进度1/2。抬杠2次，还差1次，死马当活马医啊！你连灵根都算不上，就是个废根，还和我说什么大道至简？灵根不能修仙，和我废根有个毛线关系？检测到有效抬杠1次，当前积分地板，可选择立即兑换低阶演出法髓1次，是否立即兑换？兑换，给我炸了这丹炉！我的丹炉，一言既能引爆法器丹炉，凡人之躯引动天地之理，这莫非是传说中的道言？进来用妖法绞死！完了，大招放早了。住手！于是指此乃我外门事务，这废材毁我丹炉，罪当万死。我亲眼所见。他一言撼动法器，此非妖法，乃是大道之音。大道之音？开什么玩笑！他一个杂役，懂个屁的道！可是云师姐都这么说了，他可是宗主亲传啊！难道这废物真有什么秘密？大道之音，一个连灵根都没有的凡人也配谈道？大道若有门槛，那还叫什么大道无疆？只认灵根不认智力，那不是大道，是你家的私道。你这是强词夺理，修仙万载，历来如此。历来如此，就一定是对的。万年不变的茅坑，装的不照样是屎尿？成功抬杠2次，自动兑换演出法髓1次。村长，这可是保命底牌，不能随便浪啊！这凡人只有一番离经叛道之言，竟与我在一本禁忌秘典上所见不谋而合。此人我要带走。不行，他是外门罪人。云清轩，你别以为你是宗主亲传，就可以在我外门为所欲为。今天谁也别想保他。我再说一遍，我要带走他。圣玉，我还是劝你别做违逆宗门之事。长老，此人言论奇特，疑似触及大道本源。我要将他带回，禀明宗主，由宗主他老人家亲自定夺。你是想拦我，还是想亲自去跟宗主解释？你为什么要把一个可能领悟了大道真意的弟子当场格杀？选一个。不敢。从今日起，你留在这里。这是被包养吗？软饭来得如此突然，那我需要做什么？洗衣做饭，还是洒扫庭院？不，我要你与我论道。完了，论道，我看是论经脉，这是要把我抓来切片研究啊！简单说，就是抬杠、辩论、反驳我的一切。我要亲眼见证传说中的道言是如何诞生的。我去，搞了半天不是看上我的人，是把我当成良用了。可是我并不懂你说的什么论道，我是一个随时可能丢了小命的凡人。这是护身符，宗主亲手炼制，持有者生命受到致命威胁时，神念会自动示警，并被我爹感知。你的命比我的还金贵。我爹，宗主，好家伙，这不仅是圣女，还是太子女，这软饭，呸！
这杠我是抬还是不抬？此乃静心石，顽固不化，水火不侵，万法难伤。所以呢，师姐是想让我用它来磨刀？你不是能言出法随吗？你让它碎。我咋给你碎去？我的言出法随是消耗品，不是万能冲。石头亦有其理，你强求它碎，是逆理而行；若顺其理，它自会变化。就是顺其自然才是道之真理。大道至简，在于无为。你让我为了证明道而去毁掉一件东西，这本身就是一种有为，这好像是与道背驰了吧？无为太对了，我怎么没想到？强行求证本就是错，这就是道法自然的最好解读呀。他果然真是天大的笑话！一个凡人也敢在圣女峰妄谈无为，简直是找死！李墨云，你敢踹我的门？云师妹宗门大比在即，你不好好修炼，就是为了赔这么个垃圾。李墨云，注意你的言辞，他是我带回来的客人。师姐抬举我。这位师兄，你说我是垃圾，可云师姐却当我是客人，你觉得是你眼瞎，还是在说云师姐识人不清？圣女峰乃清修圣地，岂容你这种凡夫俗子玷污？滚出去！我言行守礼，做得端，行得正，何来玷污一双？反倒是你，身为内门弟子，言语粗鄙，拿灵根给人贴上废材的标签。我看，真正玷污圣地的是你。伶牙俐齿。还有，如果我没记错，你叫李墨云是吧？是又如何？墨者黑翼，翼通步；云者说也。你的名字合起来，不就是在让你闭嘴吗？成还报2次，获得宝。村长，关键时刻又能救一次命。你他妈在找死！李墨云，你敢在圣女峰动手？废物！你不是会耍嘴皮子，会讲你的道言吗？现在你若能用你那张破嘴撼动这块静心石分号，我李墨云当场给你磕头认错。但你若做不到，你的下场就是神形俱灭。磕头就不必了，我怕折了你的寿。不过什么？不敢了。刚才的伶牙俐齿去哪了？给我个准话，是现在就跪下求饶，还是等我把你打残了再求？既然你这么想看，那我就让你开开眼，见识一下什么才叫真正的道言。死到临头还装神弄鬼。你说让我用道言让这块石头产生变化，对吧？你若做不到，今天就是你的死期。静心石那可是上古之物，连宗主全力一激动无法撼动啊！这下死定了！李师兄这是要往死里整他呀！也活该这小子，一个凡人自不量力，竟然和李师兄过不去。李墨云，你这是强人所难。可你没说，这变化一定要是我亲手造成的，对吧？你什么意思？少和我说话呀！我的意思是，这石头根本就不是什么万法难伤，他只是在等待一个能让他变化的人。可惜啊，可惜你李师兄道行太浅，根本没资格让他产生变化。他在你面前连动都懒得动一次。你放屁！我乃内门核心，可是你这废材能评判的？他不就在评判你吗？你看他毫无反应，这不就是对你最大的蔑视？成功抬杠2次，获得100积分。你自动兑换言出法随1次，3次言出法随，安全感爆棚。找死！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力量。李墨云，你疯了！你想毁了圣女峰吗？我先毁了这块破石头，再把你这个废物的骨头一根根捏碎，屌丝！废物，看到了吗？这就是我李墨云的实力，这就是变化。现在该轮到你了，跪下。看到了，看到了，李师兄果然厉害，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现在知道怕了，完了，今天不把你这张嘴撕烂，我就不姓李。
陈刚，你别再激怒他了，他已经疯了。李师兄，你好像搞错了一件事。什么？我们的赌约是我让你看，然后你让静心石产生变化，我的道言是因，你让石头碎裂是果，这不正说明是我赢了吗？所以，李师兄，按照赌约，你现在应该跪下来，给我磕头认错。你在耍我？哎，李师兄，愿赌服输，这么多同门看着呢，你堂堂内门天骄，不会想当众卖账吗？丢不丢人啊？找死！住手！滚开，边清轩！为了这个废物，你真要跟我作对？李墨云宗门之内对同门下此杀手，你该当何罪？在这里，我的拳头就是道理。今天你们两个谁也别想活着走出这个门，给我死！废物，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去死吧！李师兄，住手！宗门之内禁止私斗。师兄，不是我说你，你的剑在抖啊！我的剑是在渴望饮你的血，在兴奋发抖。兴奋？我怎么看着像帕金森犯了？手抖成这样，还学人拿剑？你敢羞辱我？剑有灵性，若主人道心坚定，则剑稳如磐石。你这剑抖得跟筛坑似的，说明你心虚，你怕。而且你拔剑不是为了维护规则，纯粹是私人恩怨。嫉妒比你帅，你的道心已经偏了，根本配不上这把好剑。你给我去死！系统使用言出法随一次。我说，给我把他的剑变成面条。都说了，你道行太浅，连剑都觉得跟着你丢人，自己软了。你傻不傻啊？为了这种货色受伤？他虽然油嘴滑舌，没想到关键时刻真的会拼了命护着我。师傅，你要为徒儿做主啊！这废物用妖法毁我法宝，还勾结云师妹羞辱我。区区凡人，竟敢在天道宗放肆！自断说命，跪下临死！别继续说，这为了保命，尽管决手。赵长老，是李墨云先动手伤人，你一上来不问缘由就要杀人吗？天道宗的门规在你眼里就是个屁。放肆！你身为宗主亲传，圣女之尊，竟与这等凡人厮混，自甘堕落。此事我自会上报宗主。现在给我滚开！我要尽力维护。云师妹，赵长老是为了你好，你可别不识抬举。这废物今天死定。长老真是好大的官威啊！弟子犯错不审不问，上来就要打要杀，你这不是清理门户，你是怕我把你那点破事捅出去，想杀人灭口。找死！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质疑本长老？滚过来给我磕头认错，我还能留你个全尸。我不算东西，我是敢说话的人。你修了100年的仙，结果把讲道理修成了耍官威，把道心修成了杀心。成功抬杠2次，获得100积分，已自动兑换言出法随1次。很好，此人没用。今天就是天王老怎么了，也得让你赵无极脱层皮。好，牙尖嘴利，我今天就拔了你的舌头，敲碎你全身的骨头，看你还怎么抬杠。不行，光有云清轩护着没用，他护得了一时，护不了一世，必须找个更大的靠山，一个谁都动不了我的身份。赵无极，在我女儿的圣女峰上撒野，谁给你的胆子？雪儿，你受伤了？爹，我没事，是他赵长老要杀陈刚。宗主，吾这凡人妖言惑众，毁我屠法宝，羞辱于我才一时失手。失手？长老的失手就是要将人碾成肉泥。这天道宗的道，应该是霸道的道。你这废物还敢狡辩！宗主明鉴，我今天要是死在这儿，不是因为我犯了什么错，而是因为我这根骨头不够软。检测到有效抬杠2次，又多一条。今天这出戏才刚刚开始。师傅，我真是咽不下这口气。墨云，待为施主抬上长老长尸之后，必为你寻一把更好的剑。你之前说大道无疆，可今天若没有护身符，你早已身死。
这又如何解释？我的道不是靠运气，是靠抬杠打破绝境。若下次再遇危机，我用抬杠护你。谁用你保护？你还是先保护好自己吧。圣女此言差矣，来日方长，有什么变数都不确定。你很聪明，也很敢赌，但今天赵无极想杀你，明天还会有王无极、李无极，我不可能次次都在。你打算怎么办？所以，我需要个别人不敢轻易动我的身份。哦，你想要什么？灵丹妙药、神兵利器？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一个名分。我要做圣女峰的主人，我要当圣女的未婚夫。未婚夫，我为何不觉得愤怒，反而心跳的有些快？疯了！一只癞蛤蟆竟敢妄想天鹅肉，他玷污圣女清誉，此罪当诛。宗主，此次妖言惑众，狂妄之极，请宗主立刻将其神魂殉灭，以正视听。陈刚，你胡说什么？宗主，我只是在给您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长老与核心弟子在圣女峰大打出手，欲杀无辜之人，这传出去是天道宗的家丑。但如果我成了圣女的未婚夫，那今天的一切就都成了家事。准姑爷不懂事，惹怒了长辈，受点教训，天经地义。家事关起门来，怎么都好说。不无道理，可毕竟你是……不错，我一个毫无根基的凡人，无权无势。但是就算成了您的女婿，也只是您的一枚棋子，我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威胁，只会成为您最听话的一把刀。成功抬杠2次，获得100积分，以自动兑换言出法随1次。手里牌够硬，后面都能派上大用场。有趣，天道宗万年来，你是第一个敢跟本座谈条件的凡人。你想要名分，想要庇护，好，我给你这个机会。但我女儿的夫君绝不能是废物，你拿什么来证明自己？宗主想让我证明什么，我就能证明什么。1个月后，宗门10年一度的登天路试炼开启，那条路九死一生，内门弟子亦是十不存一。你若能以凡人之躯走完登天路，并夺得魁首，我不仅将轩儿许配给你，还亲自为你逆天改命，重塑灵根。但你若失败，或是死在了路上，你的神魂将永世被镇于炼魂塔下，夜守三昧真火焚烧，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爹，不要，他会死的，这根本不可能。你敢还是不敢？爹，不要，他会死的，这根本不可能。陈刚，本座再问你一次，登天路九死一生，你一个凡人，当真不怕？父亲，他……怕就不叫陈刚了。圣女殿下别担心，这可是我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唯一的机会，我必须借。一个凡人也敢走登天路，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知死活。自寻死路，倒是省了我们动手。好，既如此，本座宣布2个规则：其一，卫士公寓所有参与者灵力将被压制到凡人水准；其二，登天路设10条分流入口，对应10条路径关卡顺序，但各路径长度随机，最终在龙门台上决出唯一的魁首。什么？压制灵力？这不公平！我们内门弟子10数年的苦修，难道就白费了？宗主英明神武，这才是真正的大道公平。把所有人都拉到同一起跑线，考验的才是真本事。不像某些人，没了灵力就跟没了爹一样。宗主，您这么做，弟子们恐怕会心生怨怼，觉得有失偏颇。偏颇？本座就是要借此机会，看看谁是真龙，谁是草包，顺便也敲打那些心死活络、忘了天道宗根本的弟子。
宗主还有一个疑问，登天的分流入口该如何确定？是可以自选？用抽签方式确定入口，大家各凭天命。抽签决定入口，我赞同。行了，戏看完了，都散了吧。我这未来的宗主女婿得去藏经阁看看书，陶冶情操了。轩儿，若非你母亲的魂灵被他掌控，爹怎会？听说了吗？这次登天试炼，宗主亲自改了规矩，所有人都压制灵力。可不是嘛，内门那几个天骄脸都绿了，现在这藏经阁里一半都是临时抱佛脚的内门弟子。哼，临时抱佛脚，这藏经阁浩如烟海，谁能找到真正的登天秘法？倒是听说10年前，有个扫地的老前辈曾一言点醒过内门弟子，助其破解心魔，也不知是真是假。别瞎传了，我在这扫了3年地，除了咱们，就一个扫了不知多少年的驼背老伯，哪有什么老神仙。越是这种没人碰的角落，越可能藏着意想不到的好东西。先天道胎乃成仙之捷径，亦是无上魔躯之最佳容器。真搞不懂这修仙界，道胎和魔躯怎么长一起了？原来如此，第一关问心路是个陷阱，退一步才是生路。傀儡像上古天魔大战后，残魔之心坠落此界，被初代宗主封印于登天路，以宗门气运镇压。若破其外形，将开启魔域通道。年轻人，登天路上守住心才能变明理。多谢老伯指点。言语的力量不在于说服人，而在于说服理。当你与天地之力抬杠时，才是真正的道眼。多谢前辈教化。老朽只是个扫地的，不过看你顺眼，送你一句忠告：要小心那些言不由衷之人。100年了，终于等来一个敢跟天抬杠的孩子。别让老夫失望！人心言不由衷之人，墨云，离纹路径比那飞雾的玄纹路径短很多。傀儡像关卡，还有我设下的操控傀儡。他绝无可能生还，你必是亏受。师傅英明，这傀儡像必是他的目的。子弹借天魔之力激发肉身，虽能破灵力压制，但需以精血为引，反噬极大，不到万不得已不可使用。徒儿明白。另外，这次试炼宗主连护山大阵都未完全开启，容易给某些人可乘之机，你不要掉以轻心。徒儿谨记师傅教诲。程刚，你抽的玄纹路径是最长的。而且傀儡像有赵无极部下的机关，这是我之前试炼时记下的傀儡像安全路径图，你一定要小心。放心吧，你就在终点备好喜酒，等着我回来当你的未婚夫就行。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贫嘴？时辰已到，登天路开，回首将获得逆天改命的资格。登天半马出发。哈哈哈哈！圣公，我天下无敌了！哈哈哈哈哈哈！原来这个幻境是人心最向往的所在，竟能让人如此痴迷，我要小心了。小刚回来了，看你累的，快来吃点水果。
工作别太拼了，身体要紧，钱是赚不完的。爸妈，不对，他们已经。登天录一文录中说，路非路，桥非桥，退一步海阔天空。爸妈，儿子不孝，不能陪你们了，你们多保重。怎么可能？陈刚走的是最长的玄文路径，他竟然第一个通过了卫星路。快看，内门的李墨云他们走的可是最近的离文路径，现在还困在里面。不过是走了狗血运，卫星路只是开胃菜，下一关万雷炼体，我看他这凡人之躯怎么扛。我去，这是要把我直接劈成灰啊！完了，是神霄紫雷，这一击就算是金丹期修士硬抗，也要重伤。哼，凡人之躯能死在神霄紫雷之下，也算是他的造化了。陈刚，你一定要活着回来，必死无疑。等等，登天录一文录里说过，万雷牙是淬体之牙，危机亦是天大的机缘。赌了，我跟你赌命。言出法随，来，给我劈歪点，别伤我要害。劈歪了，这怎么可能？不对，你们快看，他用凡人之躯扛过了神霄紫雷，不光是扛过了，而且他在吸收神霄紫雷的力量。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是什么妖法？他怎么可能操控天雷？此子绝对是魔道妖人，否则如何能操控神雷？登天一文路果不其我，这万雷牙还真是够力度。爽，就是有点费电，一张言出法随就这么没了，身体也快被掏空。这难道就是淬体的感觉？虽然挨顿雷劈，但这力量感值啊！陈刚2刻钟就过了问心幻境和万雷牙，他走的玄文长路径竟比离文短路径的李墨云还快。李墨云现在还没到万雷牙，已经比陈刚慢了半个时辰了。哼，傀儡像你有我的操控余痕，我看他怎么过。李师兄，快看，玄文路径那边是陈刚，他怎么会比我们还快？不可能，他一个凡人走的还是最远的玄文路径。陈刚，你这个妖孽，给我等着！区区天雷，能奈我何？来吧！怎么会这么巧？师兄，哎呀，这万雷牙我怕是过不去了，我还是放弃试炼吧。废物，陈刚那个凡人都能过去，你现在说放弃？宗门的脸都被你丢尽了，给我滚上去！师兄，你伤得不轻，我们还是先休息一下吧。陈刚，别太得意，下一关傀儡像，师傅布下的傀儡会把你撕成肉泥。赵无极，你的小动作我早有准备。登天一文录中傀儡像之主，好变，以礼服之，可得必壮。看你准不准？住手！跟人抬杠不过瘾，跟这堆铁疙瘩的规则抬杠才有意思。入侵者，报上身份，判定，清除。清楚？你们确定要清除一个帮助你们完成最终指令的人？指令输入，请解删。你们的最终指令是不是来自宗主？保护宗门，铲除异己。核心指令：维护宗主权威，清除外敌。次级指令：若宗门弟子危害宗主利益，可视为潜在外敌。很好，那我问你们：觊觎圣女，顶撞宗主，
当众违逆宗主命令的李墨云，是不是宗门的潜在威胁？算不算异己？而我是他的敌人。你们说，敌人的敌人是什么？逻辑运算中，敌人的敌人，唯有重新判定。有什么好判定的？攻击主人的朋友是背叛，攻击主人的敌人是忠诚。成功抬报2次，获得100积分，以自动兑换演出法随1次。不会吧，玩脱了，直接把系统干烧了。逻辑判定通过，威胁等级低。新指令：附送我方单位成岗，通过回流线，抵达1000天。我去，还真行，这不就是给保安队长洗脑成功了？喂，大个子，起来，跟我走。不错不错，这排场跟宗主亲临一样啊！走，给本大爷开路。还是咱们幸运，抽了个正文路径。听说别的路线上人跟下饺子似的往下掉。幸运有屁用，不敢去闯关，到头来还是个外门弟子，一点修为都捞不着。你看那些内门师兄早就出门隐了。闯关第2关傀儡像就跟地狱似的，我可不想去送死。咱们就当公费旅游了，安全第一。听不懂人话是吧？李师兄的回气草你也敢拿？交出来！师兄，这株回气草是我貌似从悬崖上采到的，怎么是李师兄呢？李师兄早就交代过，登天路上一切宝贝都是他的，再不松手，把你踹下山崖！住手！光天化日，同门相残，你们2个好大的威风啊！我当是谁？原来是你这个凡人废物，命还真大，居然没死在傀儡下。哼，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李师兄可吩咐了，见你一次就废你一次。你这家伙这么快出来，肯定是怕死没敢参加试炼吧？也好，虽然我们没通关，但把你废了去李师兄那领赏，这趟登天路就算没白来。小子，今天就让你知道得罪李师兄的下场。别和他啰嗦，为了他，废物！你们觉得自己很强吗？在这登天路上，没有修为的凡人就是蝼蚁。错了，错了，弱肉强食，强者为尊，这是天道。一个废物懂什么？在这儿找存在感呢，还天道？你们也配？你们怎么不去欺负李墨云？怎么不去抢赵无极？啊，不敢啊！我们追随强者是识时务。识时务？我看就是狗仗人势罢了，柿子专挑软捏。你们这不叫弱肉强食，这叫欺人怕义。修了半天线，结果修成了个窝里横。死！我看你们是怕李墨云，怕赵无极，怕所有比你们强的人，所以你们只能通过欺负比你们更弱的人来寻求一点可怜的虚假的强大感。你们修的不是强者之道，是懦夫之道。成功抬告2次，获得100积分，自动兑换演出法随1次。无策，继续存着。喂，多谢陈师兄救命之恩。行了，起来了。师兄，这株回气草能帮我冲开经脉，踏入修行门槛，没有它，我就真的只能当一辈子废物了。师兄，从今天起，我林凡这条命就是你的。登天路上，我愿为您当牛做马。行了，别动不动就跪，我们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要赶紧去下一关。警告：监测到域外能量残留，与上古天目击在一起。域外天在这。陈师兄，这脚下面是万丈深渊，深雾这么大，什么都看不见，万一踩空了。雾大说明空气湿润，对皮肤好。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有心情说笑？攒了5次的演出法髓，本来想留着搞票大的，现在看来不动用我的存款是不行了。系统，干活，使用演出法髓破此桥幻象。陈师兄，你别过去，危险！快，
踩着我的脚印走，管保你掉不下去。李师兄是迷雾之桥，传说此桥考验道心，心有杂念者便会坠入万劫不复之地。我的道心坚如磐石，岂是这区区小镇？你先给我过去探路。看来左侧3尺处是虚空，你们2个上，一左一右分开走。别过来，别过来，别鬼啊！师傅，我错了，求你不要废我修为。我的修为，我的灵根怎么会全没？我成了废物，成了凡人，这不可能。哦，李师兄，这么快就体验上我的人生了？滚开！你这个废物，我怎么可能变成？喂，你们修仙的就这心理素质，还想登天？闭嘴！你一个凡人懂什么心魔？我不懂，倒是你们平时一个个耀武扬威，现在吓成这样，就你们这玻璃心，还修什么仙？回家种地都怕出头成精吧，连自己内心的恐惧都打不过，还妄图逆天改运，真是笑话！警告：检测到域外能量残留，与上古天魔记载一致。这位道友，请问是下一关的考官吗？还是迷路了？言出法随，准备。寻救路者死，破局者生。这就没了，套龙套的，登场3秒，一句台词，掉个装备就下线。是什么东西？滚！一个比较害羞的引路人，给我们送新手福利了。天魔道胎。师兄，这是上古铭文，完全看不懂。系统用一次言出法随翻译这些铭文。笔记完成，当前剩余积分400，可兑换初阶言出法随4次。提示：积分满200可解锁中阶言出法随，解锁条件：完成登天路试炼。登天之路，非登权力之巅，乃守德行之本。此关不验修为之强弱，不视法宝之优劣，唯见道心之坚，唯察智慧之明。这10倍的规则本身就有矛盾之处，制定规则的人到底想干什么？师兄，我终于明白了，那问心路考验的是看破虚妄的坚定道心啊，那问心幻境考验的是识破虚幻，坚持本心。万雷崖考验的是面对天威的勇气与应变，傀儡像考验的是破除规则的逻辑与智慧。可是那迷雾之桥呢？考验的是打破心魔，道心无畏。这些关口是修仙的必经之路了。错，从头到尾这些都和灵力高低、修为强弱没有半点关系。可天道宗上至长老，下至弟子，却把它变成了一场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血腥淘汰赛。我一直以为这就是规则。创始人留下一套思想品德的考卷，结果几百年后，被一群学渣后代硬生生完成了绝地求生。原来这路从一开始就走歪了。既然路是歪的，那循规蹈矩走上去的，不就成了最大的傻子吗？试试抄个近道。陈师兄，我们赶紧去下一关吧。下一关为什么要按他们的规矩玩？不按规矩，我们怎么通过试炼？你还没看明白吗？这登天路从头到尾就是一场思想品德考试。思想品德考试？创始人想招的是真正修道心者，结果呢？几百年下来，一群学渣带领后代，硬是把这儿完成了血腥的舞弊竞赛。找出题源。师兄，你的意思是？没错，我不晚了，我要直接去终点龙门台。言语的力量不在于说服人，而在于说服理。当你与天地智力抬杠时，才是真正的道眼。破局者生。师兄，你疯了！龙门台在登阶路的尽头，从这里过去就是死路一条。陈师兄，你已经领先了，按部就班走，肯定能过去的。常规方法是给蠢人准备的，我既然看透了规则，就要用我的方式打破它。这场豪赌，赌的就是人心和智慧，而不是蛮力。你可是凡人之躯，陈师兄，万万不可呀！
陈师兄，晚辈陈刚叩问登天路之灵。前辈设此大道，本为甄选道心，而非杀心。可数百年已过，此路血流成河，道心本源的考场，沦为屠戮弱者的乐园。晚辈有才，愿以身试法，看看这规则背后究竟还剩下几分出息。登天异闻录，扫地老者，黑衣人，令牌，原来都是为了这一刻。看，思想品德考满分，就是可以保送了。不，自寻死路，真是颠住我也。这凡人竟然是要破釜沉舟，还是令他？风景不错，就是风有点大。这不可能！他是如何做到的？陈刚，陈刚，你怎么会在这里？等你啊，李师兄，你这速度跟蜗牛爬一样，我茶都喝完3壶了。你这个废物，肯定用了什么妖法。宗主，您看到了，陈刚公然作弊，藐视宗规，此等行径与魔道何异？若不严惩，我天道宗万年精玉将毁于一旦。赵长老，你在教本座做事？你以为本座相信李墨云抽中最大的离纹路径只是巧合吗？不，属下不敢。我要杀了你杂碎！我这肉体凡胎经过万雷崖的淬体，果真灵巧了许多。你为了赢，不惜用别人的命试探迷雾之桥，你这才是最大的作弊。迷雾之桥人人得过，我让他们先过，只是顺序不同而已。同样道理，登天试炼也是人人必答的试卷。现在你用脚答题，我用心答题，只是方式不同而已。你根本没走完登天路。我走的可是最远的玄文路径，比起来，你走的路程还不到我的一半。没走完全程，就不能算完成试炼。登天试炼要求是过关，不是跑马拉松。我每一关都没落下，就算我没走完路，可我悟出了道。一个没有半点修为的凡人，也敢妄言说自己悟出了道，真是笑。创始人设下这场试炼，考的是道心，是智慧，不是比谁更下一头蛮牛。检测到2次有效抬杠。既然二人都已抵达终点，多说无益，那就用最原始的方式决出唯一的魁首。那些言不由衷之人，不是谁先到达谁是魁首吗？宗主，他言而无信，他到底想干什么？陈刚，你这个凡人杂碎，多次让老夫不爽，今天就是你的末日。爹，你怎么让他们再决魁首？陈刚他只是个凡人。圣女，别忘了，李慕云也已经被压制了灵力的，这已经很公平了。最终试炼龙门台，败者坠落，胜者为王。开始。既然魁首未定，那便战至一方倒下为止。陈刚只是凡人之躯，怎么可能打得过淬炼多年的李墨云？墨云，给我废了他！凡人陈刚，现在你只能自求多福了。李墨云的功力，废掉那个陈刚，不需第2回合。是，那凡人必死无疑了。陈刚，你的嘴炮时间结束，现在我会一寸一寸对你全身的骨头。李师兄恼羞成怒了，就这点本事还想拿魁首？死到临头还胆嘴硬，给我躺下！你这修炼了10几年，就练出这点蛮力，连我都碰不到。
我碰不到你，我今天就把你撕成碎片。我很好奇，你修的是李墨云的道，还是赵无极的道？哦，我忘了，走狗是没有自己的道的。你说什么？找死！这凡人仙法好生诡异，李墨云竟拿他毫无办法。你在做什么？给我杀他！有种别的。你看你上气不接下气，我看你修的不是仙，是传家过吗？就这水平，还想取胜，你配吗？我杀了你。就是现在，言出法随，让这角斗场晃动。臣告。哎，李师兄，内疚到如此程度，大可不必。这是你逼我，是你逼我。丹样，这纹路跟那块黑色令牌上的一模一样。蠢货，不是现在在这里用，我们都会暴露。墨雨，住手！废物，不要评判，神才是太上长老赐予真正的。完了，全完了！这下玩脱了。好，墨雨，杀了他，给我撕碎他！爹，求求你快阻止他，陈刚会死。这力量根本不是一个级别。对，你不是很能说吗？再给我抬刀！死，给我死！给我去死吧！结束了，你这个垃圾，给我死去！太上长老的力量，谁也挡不住。原来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巧合。太上长老原来是这样，好大一盘棋。哟，死了吗？当御仙帝治理抬杠时，才是真正的道严。大道规则，你看清楚，一个靠兴奋剂被邪魔侵蚀心智的疯子，也配做魁首？你这废物，死到临头，你还想挣扎一番？是谁先死，还要看下面的剧情。大道规则，你若选他，遵循的就不是天道，是虚妄，是谎言。给我使全部业种，挑战天地之理。是谁？我说。炎影天仙，他怎么可能做到？这凡人究竟是何许人？到底是巧合，还是老夫低估了他？不可能，这不可能。是谁在触动天道本源？我的爹，怎么回事？反噬，是暴血丹反噬。不，师傅，太上长老，救！哎呀，李墨云这儿完了，全完了！你干的好事！登天路试炼，魁首陈刚。陈刚
我不在意你是不是魁首，你只要活着就好。宗主，我做到了。接下来就要看您老人家兑现承诺了。好，很好。从今日起，你便是圣女云清轩的未婚夫。这眼神不像是在看女婿。圣女殿下，你再靠这么近，我这凡人之躯怕是控制不住自己，要提前行使未婚夫的权利了。你快放开我，我只是看看你的伤。你才是我治伤最好的良药。好吧，不逗你了。这，你想到了什么？陈杠这上面的符文，我偷看父亲的古籍时见过，与天魔有关。天魔，果然如此。太上长老赵无极，黑袍人，这天道宗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天魔，爹，您怎么来了？你的伤看来也不大碍。托宗主的福，我这条贱命还活着。既然没死，就该兑现承诺。什么承诺？跟我来，我亲自为你逆天改命。李慕云不过是颗探路的废弃，真正的好戏现在才开始。爹，你带我们来这里做什么？是啊，你天生便有先天道胎，是我天道宗千年不遇的奇才。而他陈杠虽是凡人之躯，只是满方系的璞玉。你们两个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药品。药引？你什么意思？我要抽出你的先天道胎，移植到他体内。什么？爹，你疯了吗？先天道胎同仙之结晶，亦属上魔区之最佳容器。你这老怪物，竟敢打自己女儿主意！这不是我的决定，是太上长老的意志。用你的道胎结合陈杠这块完美的璞玉，才能炼制出迎接圣魔降临的最好容器。容器、魁首、未婚夫，全都是为了让这恶心事名正言顺。牺牲你一人，是为了宗门的未来，这是你的荣耀。我不要什么狗屁荣耀。爹，你不能这么做。去你的容器，去你的未来！想动吧，先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瓜噪，由不得你们。恭喜宿主已完成登天试炼，成为魁首。大道抬杠系统升级 2.0， 每检测到成功抬杠一次，可获得100积分，每200积分可兑换中阶言出法随一次，只能对生命体造成非致命伤害。系统，我要向你发起大道辩论。什么？这是天道在上，此人欲以你所赐之道胎迎你之敌天魔。此行径与逆子献母于仇寇何异？人伦尽丧，天理何存？眼影天线，他竟能直接与规则对话，这不可能！放肆！区凡人也敢妄议天道规则，给我破！我妄议天道，还是你背叛天道？你拿天道所赐的宝去舔天魔的脚，你才是天道最大的叛徒，天道宗最大的耻辱。检测到有效抬杠一次，当前积分100。你懂什么？这是太上长老的意志，是为了宗门万年大计。好一个万年大计，就是牺牲自己的女儿，给邪魔当狗。
你不是在遵从太上长老的意志，你是在恐惧，你怕他，所以连人性都不要啊！检测到有效抬杠一次，当前积分200，可兑换中阶岩出法髓一次。闭嘴！本座今天就算拼着道基受损，也要先宰了你这个巧言令色的蝼蚁。有趣的蝼蚁，竟能引动本座亲手布下的魔引祭坛。太上长老，他老人家竟然胡言乱语！本座所为，皆是为宗门千秋万代。千秋万代？李墨云的千秋万代呢？李墨云是他自己急功近利，他就是因为急功近利，才被你师父的丹药变成一个只知杀戮的怪物，被魔气吞噬成一具干尸，这也是他必要的荣耀吗？爹，你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未来，牺牲徒孙，牺牲女儿，你修的什么道？你守的什么门？住口！你懂什么？我不懂，我只知道李墨云的今天就是你天道宗的明天。检测到有效抬杠一次，当前积分300。今天你牺牲女儿，明天你牺牲的就是整个宗门。你所谓的未来，不过是太上长老一个人的盛宴。爹，无知小儿，还敢妄议本座！好强的威压！宗主，执行命令，否则死！原来是你，登天路上触动天道本源的蝼蚁，你那时就该死了！竟敢坏我百年大计，今日老夫便让你神魂俱灭，永世不得超生！陈杠，陈杠，撑住，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放心，我死不了，我还……太上长老，你身为宗门前辈，进行此卑劣之事，若不是看在你有着天增道胎，我现在就灭了你。我云清轩就算拼上性命，也绝不让你伤害他分毫。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但我可不会让你丢了性命的。这算是工伤福利吗？道胎为引，魔躯为炉，可炼无上圣魔之体，亦可夺天地造化。原来如此，赵无极、太上长老，你们的死期到了。太上长老，你以为杀了当年的知情人，就没人知道你的秘密了吗？你在胡说什么？藏经阁那个扫地的老伯，你还记得他吗？你说什么？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你尊崇的太上长老，就是弑杀同门、篡夺宗门的千古罪人。胡说！你敢污蔑太上长老，我要撕了你的嘴！太上长老乃宗门之本，你这妖言惑众的杂碎！李墨云，就是你未来的下场。该算账啊！原来我们都只是他豢养的狗。狗？不，你连狗都不如。系统，给我。住手吧！师伯，您不是早在100年前就……
方才挡的魔气已破3成道基，若不是你引动规则阵大，老夫连现身的力气都没有。他说的是真的。真的都是真的。爹，赤儿，你以为他是为了宗门，其实在他眼里，你我乃至整个宗门都只是他成魔的祭品。祭品？他要的不是迎接圣魔，而是献祭整个天道宗的生灵血肉，助他自身与天魔真身融合，成为不死不灭的魔主。师弟，100年了，你还是执迷不悟。你这个冥顽不化的家伙，当年我亲手震碎你的元神，你是如何苟活至今的？100年前，我便发现你参悟的并非宗门正法，而是以魔附体的邪宗。我劝你回头，你却为了保守秘密，痛下杀手。幸而我早有防备，用金蝉脱壳之法，舍弃了一身通天修为，才保住一缕残魂，化作凡人在此看守宗门100年。我等的就是你图穷匕现的这一天。好一个金蝉脱壳！既然我的秘密保不住了，那你们就全都给我陪葬吧，都得死！啊不！别怕，我在。伤到没？爹。真儿，太上长老一直用你母亲的魂灵要挟我，我所做一切都是迫不得已，你别怪爹。爹，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让女儿和你一起面对？爹不想让你被拖累，不想让你趟进这浑水。你不是能言出法随吗？证明你的道比他的魔更强，证明给我看。我的道无需向任何人证明。陈刚，求你救救他。他是要把你献祭的狂暴之人。我知道，即便只是让他清醒的走。我正的是守护之道，言出法随，以天道之名，赐迷途者片刻清明。宿主使用中阶言出法随一次，剩余积分100。不是儿，我的雪儿，我看到了，我全都看到了，宗门毁了，雪儿，他变成傀儡了。爹，你怎么了？我在这儿。毁了他，陈刚，你马上给我毁了他！毁了什么？此祭坛以宗门气运为基，以道胎为引，而你手中的令牌，那令牌既是开启魔影的钥匙，也是打断他的唯一枷锁。毁了他，用那枚令牌彻底毁了他。这令牌还真是万能钥匙。不好，是他的意志投影。是，
敢炸我祭坛，今天我让你们一起献祭！师弟，你还要再次欺师灭祖，让师门蒙羞吗？蒙羞！哈哈哈哈！蝼蚁们，睁大你们的眼睛，好好见证本座新生的盛宴吧！孽障休想得逞！我天道宗绝不沦为魔巢。蓬荜当这，听你们两个残废也想挡我？陈刚，我们快走，他撑不住的。走，今天这出戏不唱完，谁也别想走。大道辩论，开启。蝼蚁，你又在耍什么花招？我问你，你以宗门气运为基，以道法符文为骨，乃是道门正统，对不对？检测到有效抬杠1次，当前积分200。可你又以天魔之影为钥匙，运营邪魔降世，你干的是不是魔道勾当？检测到有效抬杠1次，当前积分300。一个道门祭坛干着引魔入室的脏活，你到底是信道还是信魔？你为道生，却为魔用，你的规则矛盾，你的逻辑拧巴。检测到有效抬杠1次，当前积分400。可兑换中阶言出法则2次。系统全部兑换，给我把这破台子杠到自爆！我宣判你逻辑混乱，存在悖论，给我毁灭！撑不住了！哦，疯子，你这个疯子，快住手！死吧，都给本座化为养料！陈刚，闭眼！系统，所有积分全部给我砸进去！言出法随，道魔不两立，给我就地湮灭！不，这不可能，规则逆转了。陈刚，你怎么样？你别吓我。陈刚，本座要将你碎尸万段！小心！快躲开！你没事吧？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圣女殿下，以这个未婚夫的身份，我当定了。差点没命了，还有心情说这些？天道宗所有弟子长老听令，太上长老勾结天魔，图谋宗门，罪无可赦。赵无极便是铁证，全宗上下准备迎敌。爹，你怎么样啊？这二爹做这一切都是无奈之举，别记恨爹。主线任务破局圣魔容器完成。奖励：大道辩论功能永久开启，新主线任务发布：肃清叛逆，根除天魔。
警告：太上长老真身即将破关，宗门大劫将至。爹，你怎么样？你别吓我。你很好，保护好他。这儿，我去陪你娘了，你也好好。爹，快走！陈刚、云清炫，你们敢公然与本座作对，本座要让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此地不宜久留，还跟我来。赤儿，人死不能复生，节哀吧。我爹他到死都在保护我。老头，现在不是说风凉话的时候。你到底是谁？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天道宗的罪人，没能守护好宗门。罪人？我看你是最大的影帝。登天路上那个装神弄鬼的黑袍人，也是你吧？那黑袍人是老夫，也不是老夫。别给我打哑谜，说人话。那是我用最后一缕本源投射的虚影，只能说3句话，指一个方向，连自保都做不到。那是宗门规则的显化，是我耗尽本源投射的影子，只能引导，无法插手。孩子，能破局的从来只有你自己。规则的显化？我本是上代宗主，100年前我发现师弟，也就是现在的太上长老，暗中修炼魔功，欲引天魔降世。什么？但他回头，他却为了灭口，对我痛下杀手。我只能舍弃通天修为，化作一缕道灵，依附宗门苟延残喘，等待时机。所以你就眼睁睁看着他把宗门搞得乌烟瘴气，看着他害死这么多人。我无能为力。他篡改了宗门大阵，将自己的魔心藏在了改造后的登天路尽头。一旦献祭完成，天魔降临，整个宗门乃至这片天地都将万物皆休。爹，您没走完的路，女儿替您走。这天道宗我来守。姐，找到了宗主大人的宝贝女儿和那个该死的小废物。宗主已被妖人陈杠蛊惑，堕入魔道。太上长老法旨，清剿叛逆，拨乱反正。王长老，宗主仁厚，绝不会背叛宗门。娃子，还有谁敢质疑太上长老的决定？王德彪，我弟尸骨未寒，已经敢在此造反。是圣女，还有宗主令牌。圣女，你父勾结妖人，罪不容诛。本长老奉太上长老之命，将你一并拿下，以正门规。你血口喷人！好大一顶帽子！我看不是宗主被蛊惑，是你这条老狗想换个更厉害的主子吧？诸位同门，你们要相信一个来历不明的凡人，还是相信守护了宗门数百年的太上长老？都给我听好了，我只问你们一句：这天道宗究竟是你们所有修仙人的家，还是他太上长老的私产？你
你胡说八道！眼睛是用来明辨是非的，不是用来跟风站队的。他让你们献出忠诚，是要你们的命。检测到有效抬杠一次，当前积分500。你们以为跟着他就能飞黄腾达？错了，在太上长老眼里，你们跟登天路上的李墨云一样，都只是随时可以牺牲的养料。你检测到有效抬杠一次，当前积分600。反了，你们都反了！奉太上长老发旨，肃清一切违逆者。奉太上长老发旨，肃清一切违逆者。赵无极，你这个叛徒！林清轩，别冲动，他现在神识被封，肉身被魔气改造，刀枪不入，万法难伤。那怎么办？就看着他在这里大开杀戒吗？别跟他硬打，他还有残存的道心，用你的道去唤醒他的道。我去。结阵，保护陈刚。陈师兄，快！系统消耗200积分，中阶演出法随，令其道心紊乱，灵力道逆3息。赵无极，你一生最重宗门规矩，而你弑杀宗主，献祭同门，是天道宗哪一条的规矩？你不是长老吗？长老的职责是守护弟子，不是把他们当猪狗一样宰了。你配当长老吗？违逆者，检测到有效抬杠一次，当前积分700。你立下的规矩，自己打破。你是天道宗最大的叛徒，你守护的不是道，是魔。规矩，魔杀道。想起来了，想起你那个宝贝徒弟李墨云了吗？墨云，他吃了你给的暴血丹，你师父赐下的无上神药，结果呢？他被活活吞噬，变成了一具连狗都不吃的干尸。这就是你信奉的力量，这就是你崇拜的师父。赵无极，执行命令，杀了他们！你唯一的徒弟死在你最敬重的师父手上，你守的规矩成了别人屠戮你满门的刀。检测到有效抬杠一次，当前积分800。原来我才是那个最该被清理的门户。师父，你把我变成了怪物，那我就让你看看怪物是怎么撕碎一切的。不好，他要引爆魔躯和道基，快退！陈刚，圣女，老夫错了。你，宗主，老夫该向您谢罪了。路开了，他用命为我们打开了生路。哭什么？报仇！想活命的，想给宗主和死去的同门报仇的，跟我冲！都他喵的给我拿起剑，冲！杀了太上老魔！杀了太上老魔！这里已经变成了魔域。太上长老的魔心就藏在曾经的龙门台上，那里是魔阵的核心，毁了它，才能彻底根除魔幻。龙门台，是他。陈构，这一次我会亲手撕碎你。
以墨云你。小心他被魔心完全控制啊！接阵，保护陈刚师兄。畜生！他没有痛觉，就是个杀戮兵器。老夫明白了，这魔师有龙门台上的魔心直接功能，不毁魔心，他就永生不灭。别被他缠住，他是魔心的盾，你们的目标是矛。拖住他，我去毁了那个心脏。不行，太危险了。再危险也比在这里等死强，给我掩护。小子，别选了，回来吧。当个咸鱼有什么不好？最爱吃钱是赚不完的。把门。少来这套！我爹妈只会让我多穿秋裤，绝不会让我躺平当咸鱼。好强的压迫感，这股力量充满了吞噬和毁灭的规则，我根本无法靠近。畜生，我跟你拼了！记忆不会苍老，何去轮回路走？撑不住了，我们都要死在这里了。可恶，这样下去，他们都会死。硬碰硬不行。对啊，这也是一种规则的聚合体。既然是规则，那就能杠。赵无极，你用命撕开了路，现在再借我你最后一点规矩用不着？使用言出法随中接一次，让这玉佩传给我力量。蝼蚁也敢反抗？系统消耗200积分，中接言出法随，让这玉佩给我道心。你以吞噬为道，看似强大，实则不过是依附于他人的寄生虫。存在即为吞噬，强大即为真理。你吞了那么多道心，那么多契约，能说出一道自己悟的理吗？别了别人的东西，你连块像样的泥巴都不如，就这还敢叫真理？你找死！陈刚，蝼蚁的意志，你敢与本座争辉？给我碎！必须从他的规则上把他彻底干碎。你吞噬万物，看似强大，其实就是个寄生虫。存在即为吞噬，弱肉强食是宇宙的铁则。狗屁铁则，离了宿主，你就是一滩烂泥。太上长老。他慢了。你找死！我说中痛处了。你的强大不过是建立在别人的尸骨之上，毁灭才是新生。把别人的家拆了盖自己的狗窝，那不叫新生，那叫强盗。这老东西在给魔心续命，难怪打了这么久都打不垮。陈哥，别盯着魔心，看太上长老的右手，他右手一停，魔心就会乱。原来这才是破局的关键。撑住，等老东西亲自出手，就是我动手的机会。多谢你，替本座炼纯了这颗魔心。太上长老，老魔头，你终于肯出来了。蠢货，你以为你在拯救世界？你只是在为本座的万古大业扫清最后的障碍。
就是现在，封了这只手，魔星必炸。系统消耗200积分，中阶言出法随封他的控魔右手，3息之内动不了。我的手怎么动不了了？魔气断了，魔气中断，能量失衡，崩溃。造东西，你救魔仙的手一停，你的靠山就没了。快走！陈杠，等我回来抬杠。欢迎来到本座的领域——天魔意志空间。在这里，本座就是唯一的规则。规则？我看就是个垃圾处理站。检测到宿主进入高维空间，完成终极试炼逆天之战。大道抬杠系统最终升级，解锁高阶言出法随，可对概念与规则进行有限干涉。每次使用将消耗宿主道心本源。消耗道心？这是要拼命吗？到临头还敢嘴硬！在本座的规则里，你连呼吸的资格都没有，给本座化为尘埃！来得好，正好试试新功能。高阶言出法随，我宣布你所谓的规则存在逻辑漏洞。什么？你竟能干涉我的领域规则？不可能！你一个凡人，怎么可能触及规则层面？凡人怎么了？你修了1000年，结果把自己修成了个半人半鬼的怪物，你这叫修炼失败，懂吗？检测到有效抬杠1次，道心本源小幅增强。在这儿抬杠还能补充消耗，这不就是永动机吗？找死！本座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绝望！不，主上，您不是说废物？你的任务完成了，这具身体还有这个有趣的灵魂，本尊就确实不公啊！有趣的灵魂竟能以凡人之躯行使规则之力，你有资格成为本尊新的容器。容器？我看你像个马桶，谁坐上去都嫌脏。无谓的口舌之力，在本尊面前，你的一切挣扎都毫无意义，存在即为吞噬。这是宇宙的终极真理。放屁！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不是为了吃饭。你连这么简单的逻辑都搞不懂，还敢自称真理？检测到有效抬杠1次，道心本源得到补充。那你说什么是真理？守护、创造、传承，这些都比你那套强盗逻辑高级10000倍。守护、创造，在本尊亿万年的生命里，只看到过无尽的毁灭与终结。你所说的那些，只是过程，最终都会归于吞噬。高阶言出法随，我宣布你的吞噬概念无效。你竟能否定本尊的根本法则？你竟然建立了一个守护规则，与本尊的吞噬规则进行对冲，但你的道心能支撑多久？让本尊看看你的守护之道究竟有多可笑。看，你守护了你的真理，结果呢？你得到了什么？不过是无谓的死亡。不。你的同伴，他们用生命守护，换来的是更多的死亡。你的守护之道就是个笑话。不对，他的逻辑有问题。放弃吧，投入本尊的怀抱，你将获得永恒，你将成为吞噬本身。
陈杠，我相信你。孩子，逝者已矣，生者还要走下去。走，我们还能走到哪里去？陈杠，他还没死啊！他在为我们所有人挑战那个最恐怖的存在。道林前辈，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帮陈师兄吗？天魔的意志空间隔绝一切，但并非没有办法。圣女，你的先天道胎是与天道本人最亲近的存在，而陈杠的杠之道本质上也是在引动天道规则。你是说，以你的道胎为桥梁，或许能将我们的力量传递给他，但这会极度消耗你的本源，甚至有生命危险。只要能救他，我万死不辞。诸位同门，陈杠在里面为我们死战，我们就在外面做他最坚实的后盾。祝圣女护陈杠，守宗门。这是云清轩，还有大家。外界的蝼蚁，竟该是本尊的礼物。孙子，你爷爷我又有电恩。终极辩论，现在才真正开始。无用的挣扎，就算汇聚再多蝼蚁的意志，也无法改变你们终将被吞噬的命运。命运，命运是用来打破的，不是用来遵守的。你那套吞噬论，今天我就给你杠穿了。好，本尊就让你彻底绝望。看到了吗？诞生与毁灭，繁荣与枯萎，一切的终点都是吞噬。这是宇宙的循环，是不可逆转的铁则。你的守护、创造，都只是这循环中微不足道的一环，最终的结局早已注定。说完了，你给我看了半天，不就是想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吗？这道理我3岁就懂了，用你教。你只看到了黑洞吞噬星辰，怎么没看到星辰爆炸，诞生出新的元素，创造出新的世界？你只看到了文明在内斗中毁灭，怎么没看毁灭前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不屈的精神？你只看到了花朵枯萎，怎么没看到它在枯萎前曾将自己的美丽绽放给整个世界？检测到3次有效抬杠，道心本源大幅增强。强词夺理，过程毫无意义，只有结果才是永恒。没有过程的结果就是空中楼阁，你连自己是怎么来的都搞不清楚，还谈什么永恒？好，既然你不信结果，本尊就让你亲眼看看你最在乎的过程是如何被结果碾碎的。现在，你的守护还有意义吗？看到了吗？这就是你守护的最终下场，脆弱、无力、不堪一击。放弃吧，只要你与我融为一体，我便可以赐予他永生，让他成为你永恒国度里第一位不朽的子民。永生？在你那肮脏的魔域里当个活死人吗？你可真是慷慨啊！你不相信？我信你个大头鬼！你这种不能自洽的逻辑，还想来动摇我的道心？你以为我守护他是为了一个他不会受伤的结果吗？错了，我守护的是这个过程。过程，又是过程。你这种蝼蚁的短视思维。没错，我只争朝夕，只要我还在，我就会守护到底，这就是我的道。冥顽不灵，既然如此，本尊就想毁了你的精神寄托。高阶演出法随，我宣布你的攻击，慢动作冲播。时间，你竟能干涉到时间规则？不好意思，插队、快进、慢放，可是我喷子的基本功。最终辩题，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个错误。
愚蠢的蝼蚁，你这是在自食灭亡！与本尊的本源对撞，你的道心会彻底湮灭。那就在湮灭前，先把你这个宇宙的笔友躯给删了。若记忆不会苍老，何须轮回路走？看，一切都在循环，一切终将归于沉寂，归于本尊。错，循环的是表象，不灭的是精神，传承才是宇宙的本质。本尊的法则是完美的，不容置疑。完美的，依靠吞噬他物才能证明自身存在的法则，本身就是有缺陷的。你的存在依赖于外界，你根本无法自洽。不，吞噬是本能，是存在的基石。没有吞噬，就没有进化。进化是为了更好的视野和创造，不是为了吞噬本身。你把工具当成了目的，本末倒置。不可能！我的道错了。现在才想明白，晚了。我以众生之名，以守护之念，以传承之道，最终宣判高阶言出法随否定天魔的存在。这不可能！我的存在正在被抹除。你对我做了什么？没什么，跟你讲道理而已。现在道理讲通了。我不存在。网络喷子的最高成就，把对手直接喷到不存在了，实了。不好，雪儿！只要我还在，谁也别动他。发生什么了，陈刚？他人呢？不，陈刚，你给我回来！若记忆不会苍老，何须轮回路走？孩子，吃点东西吧。你已经3天没合眼了。道林前辈，他真的不会回来了吗？他的道心与天魔同归于尽，形神俱灭。这块石头是他守护你的最后执念所化。执念？大道抬杠系统本就是天道规则的自我修正程序。陈杠以凡人之躯行天道之事，重定了规则。他是这方天地的英雄。英雄？我不要什么英雄，我只要我的杠精。陈杠，你这个骗子！你说过要当我的未婚夫，你说过要回来跟我抬杠，你说过也会保护我。雪儿，静心石是初代宗主用道心核心所铸，可曾残魂？你的道胎血是唯一能激活它的钥匙。检测到先天道胎本源与宿主残魂产生共鸣，信息10道心容器属性激活，复活条件近80%，缺最后一缕刚知道。陈杠，是你吗？等我，辩论还没结束。我等你，多久都等。西禀宗主，依您所立，凡人亦可修心之心贵。我宗外门新进弟子数量3年来已翻了10倍，其中不乏道心坚定之辈。道无门槛，唯心坚定者可入，继续推行。宗主，你所创的辩论堂，让弟子们在辩经中于物治理，修为精进神速。大家都说，
这才是真正的大道至简。陈刚，你看，你的道正在这片天地生根发芽，你看到了吗？孩子，老夫的使命完成了，这方天地就交给你了。前辈，走好。诸位长老，关于魔域残党。若记忆不会苍老，何须轮回路走几遭？情淡淡也不忘，若能重拾你的微笑。说到哪儿了？对了，关于魔域残党，我认为不能一味清剿，要区别对待，别出路。哟，陈杠，难怪我没消散，系统把我的残魂绑在了杠之道上，静心时又存了我的执念，你的血意激活，三者就拼起来了。系统，你道胎的守护加上我的杠之道，刚好把系统升级了，以后咱们俩能一起杠遍天下了。你这个混蛋，你知不知道我等了你多久？知道，所以这笔账我打算用一辈子来跟你慢慢杠。若能重拾你的微笑。检测到宿主与先天道胎本源，绑定大道抬杠系统3激活。大道抬杠系统3，听起来以后有的玩了。天道宗竟沦落到让凡夫俗子论道修仙的地步，丢人至极。阁下擅闯我天道宗，伤我弟子，当真是无法无天了。只会欺负小辈，算什么英雄好汉？你就是那个靠耍嘴皮子毁掉天魔的陈刚，也配执掌天道宗？这位道友来家里不敲门，是你娘没教过规矩，还是故意找茬？本座乃阴风谷护法青灵，今天来就是要看看所谓的杠之道究竟有何能耐。要是你输了，天道宗就得归我阴风谷了。你不带着你们的弟子好好修炼，好来抢别人的地盘，跟强盗有什么区别？检测到有效抬杠1次，获得100积分。我就看上你们这地盘了，如何？就这一点能耐，阴风十不整齐。那得先问问我同意不同意啊。检测到有效抬杠1次，当前积分200，可兑换中阶言出法髓1次。系统兑换中阶言出法髓，此阵根基紊乱。嚯！不可能！你怎么可能破得了我的阵法？这种破烂阵法，也敢拿出来献丑？牙尖嘴利，今日便让你知道，实力才是硬道理。雕虫小技罢了。陈刚，本座与你不死不休。燃烧道基来换力量，蠢蛋！系统，积分够不够兑换高阶演出法髓？当前积分500，高阶言出法髓需1000积分，兑换失败。那就玩玩。
这是什么怪东西？竟是刀枪不入。没用的。陈刚，道胎归一，剑破万法。这不可能！你的力量怎么会这么强？因为我的道是正义之道，是守护之道。系统，给我把积分累积起来。这是什么鬼东西啊？检测到宿主成功击败青灵，获得500积分，当前积分1000，可兑换高阶演出法随1件。来者不善。前辈，您这是来踢馆的，还是来替刚才那个修士报仇的？青灵是我座下唯一传人，你杀他，我便要用你们整个天道宗陪葬。自己徒弟来抢地盘被反杀，还好意思来讨说法？怎么，受不起？检测到有效抬杠1次，获得100积分，当前积分1001。牙尖嘴利，今天本座就让你见识什么是真正的阴风秘术。小心！系统，兑换高阶演出法髓。我宣布所有锋刃尽数偏专。有点东西，但你还太年轻了。道胎显化，凤舞9天。老东西，看拳。你倒是比你徒弟强点，但是嘛，也就那样。检测到有效抬杠1次，获得100积分，当前积分1200。狂妄的小子，阴风失魂！想攻我道心，你怕是忘了，我最擅长的就是抬杠。陈杠，速战速决。老东西，别浪费时间了，拿出你的压箱底本事。逆招子，秘术魔风合一，有点意思。系统，兑换1次高阶演出法髓。我宣布魔风巨人，速度减半，力量削弱30%。趁现在。不可能！我的魔风巨人怎么会被击溃？因为你的秘术就是魔气与阴风的强行拼接，逻辑混乱，不堪一击。检测到有效抬杠1次，获得100积分，当前积分1300。你彻底激怒我了！这是我派镇派之宝阴风令牌，今天就让你和这天道宗一起化为灰烬！
这令牌里藏着极强的毁灭之力，不能让它完全发动。我来牵制他，你找机会毁掉令牌。现在才想阻止，不晚了。系统兑换高阶演出法髓，我宣布阴风令牌烈鸟范式暂时封印。老东西，还不认输，还真是一门双杰。抢地盘的抢不过，来报仇的还打不过，你还有什么话说？检测到有效抬杠1次，获得100积分，当前积分1400。陈刚，你别得意，我阴风谷传承1000年，高手如云。陈刚，我们今日前来取你性命，血祭清灵护法。跟他在什么话？宗主有令，途经天道宗，鸡犬不留。本女人归我，她先天道胎，可是上好的傀儡材料。你们阴风谷是没断奶吗？打架还要组团？检测到有效抬杠1次，获得100积分，当前积分1500。你找死！我去，还阴呢？系统兑换高阶演出法髓，我宣布10丈之内隐形无效，轨迹现形。就这。检测到有效抬杠1次，获得100积分，当前积分1600。我们一起。你们阴风谷是没人了吗？废物，连个天道宗都拿不下，就你是吧？老头，赶紧回家养老吧，别出来学他们碰瓷。检测到有效抬杠1次，获得100积分，当前积分1700。陈刚，小心！兑换高阶演出法髓，我宣布此方空间禁锢无效，死期退散。警告：道心本源消耗过度。演出法髓，这竟是触及了规则层面。万魂噬灵，道胎守护，尽世之光。老头，手杖里出来的魂魄，该不会都是你杀的吧？能给老夫修行贡献力量，是他们的荣幸。荣幸？抽魂炼魄，还要人家感恩戴德，这也太狗了吧！检测到有效抬杠1次，获得100积分，当前积分1800。尔等还愿而死，不得超生。今日我这个令告来为你们讨公道，大家随我一起用意念反击。你竟敢！
玩弄人心者，终被人心所噬。老头，这道理你今天学会了吗？能连败我派护法长老，小子，你的力量并非源于此界常规体系。交出你的秘密，本宗主考虑留你一命。又来一个。你们阴风谷真有意思，小的打不过就换老的，老的打不过就换更好的，怎么想凑齐一套全家福？检测到有效抬杠一次获得100积分，当前积分1900。灵丸不灵，便让你见识何为真正的天地之力。竟能短暂抗衡天地排斥，你的规则优先级很高，但蝼蚁终是蝼蚁。警告：道心本源濒临枯竭，强行对抗天地规则，反噬极重。陈杠，还记得我们怎么回来的吗？道胎与杠之道。不行，太危险了。我说过，我的道是守护，守护你，守护宗门。不可能，两种不同的道怎能如此融合？没有不可能，你的道是掠夺，是毁灭，是以万物为刍狗，而我们的道是守护，是于绝境中抬杠求生，是黑暗里的一道光。高阶言出法随，我宣告，此方天地排斥无效，毁灭之力尽归虚无。接招！规则融合，新生之道，此界要变了。检测到宿主与先天道胎本源完成深度规则融合，击退强敌。大道抬杠系统核心规则更新，守护之道模式永久记录。我去，系统都升级了，以后咱俩就是黄金搭档了。虚掩魔尊，传闻你早已被封印在域外魔域，怎会现身于此？小小天道宗也配知晓本尊的行踪？陈刚，消除刚之道本源，再让这先天道胎献祭，本尊可留你们全尸。又来一个打劫的，怎么现在这些人一个个都跟没见过宝贝似的？检测到有效抬杠一次获得100积分，当前积分2000。本尊的虚言道能有序真实，吞噬感知，今日便让你们在绝望中湮灭。幻境系统兑换高阶言出法随，我宣布虚掩幻境，只显其形，不扰其神。这些触手能吞噬灵力，不能应剑，只会躲在黑雾里玩暗箭伤人，有本事出来刚正面啊！检测到有效抬杠一次获得100积分，当前积分2100。既然你找死，本尊便成全你。小心！不好，他要先清理弟子，再集中力量对付我们。系统兑换2次高阶演出法随，第一次禁锢虚影1克重，第二次金光化网总照全中。本尊倒是小看了你们，不过游戏该结束了。
他要引动域外魔域的力量，我们必须阻止他。用到胎与杠之道融合，不自量力。现在没人能救你们了。是赵无极的遗物，系统能否临时提升言出法髓等级？检测到域外魔能与道心共鸣，可兑换超阶言出法髓一次。当前积分2100，是否兑换？是。超阶言出法髓，我宣布虚影道，本源剥离，魔域之力不得干涉此界。陈杠，你怎么样？他现在道本源受损，正是反击的机会。就算没有道本源，安泽也要拿你们一起陪葬。域外魔阵先机召唤。他要召唤域外魔兵，一旦魔兵降临，整个修仙界都将生灵涂炭。宗主、陈师兄，我们来挡住魔影，你们快毁掉阵盘！不行，魔影力量太强，你们不是对手。让他们去吧，我们必须尽快毁掉阵盘，这是唯一的机会。我来牵制他，你找机会。系统兑换高阶言出法髓，我宣布域外魔阵，阵言显形，力量减半。必找死！你的道心本源，本尊拿走了。天道宗的弟子们，魔域的入侵已经被击退，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从今日起，我们要更加努力修炼，守护好我们的家园。守护家园！检测到宿主成功守护此剑，完成终极使命，大道抬杠系统3完美激活，守护之杠模式永久开启，奖励道心本源圆满，先天道胎与杠之道深度融合，可共同施展大道守护神通。以后，我们就是此界最强的守护者。一起守护，一起抬杠，永远都不分开。